格斗擂台最飘逸的舞者。看他的比赛，你永远不会感到无聊。一招从天而降的腿法让人防不胜防，灯笼超人拳、翻滚舍身踢、弹簧式飞膝，别人会的他都会，可他会的别人绝对整不来。他就是职业生涯的前3年，他便取得了11胜4负的不俗战绩。在21岁时，加入到了巴西本土的 XFC 赛事，并以2场出色的表现收获了大批粉丝。在巴西本土站稳脚跟之后，米歇尔·佩雷拉便开始环游世界，走向国际擂台。并征战欧洲擂台时获得了 SBC 的次重量级别冠军，51秒降服对手的惊人表现，也让他收到了韩国顶级赛事路德 FC 的盛情邀请，而且首场比赛就为他安排了年轻且战绩不俗的韩国本土选手海俊作为他的对手。而这一场比赛，米歇尔·佩雷拉也毫无保留地将巴西战舞完美地展现出来，把现场的观众都看到目瞪口呆。有时你根本分不清佩雷拉到底是在跳舞还是来打拳，几乎碾压的姿态，在第3回合的3分21秒，佩雷拉 TKO 了韩国本土选手海俊。回顾这一场比赛，手长脚长的天生优势，再加上潇洒飘逸的巴西战舞，让这一场比赛成为了佩雷拉的个人表演秀。佩雷拉带着20胜8负的战绩开始寻求更大的舞台，他收到了来自于塞尔维亚 SBC 的赛事邀请，佩雷拉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合同，以不败冠军杜什科他面前通通失效。开了防线，最终以一连串的连续重拳结束了战斗。尽管输掉了比赛，但之前的老东家韩国的路德 FC 却为他开出了更大的合同。在2周之后，佩雷拉再次站上了路德 FC 的赛场之上。这场比赛，他的对手依旧是韩国本土选手3胜1负的琼俊。这场比赛简直就是大人打小孩，完全没有任何悬念。最终这一场比赛，米歇尔·佩雷拉创造了职业生涯当中最快的 KO 纪录。他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欢呼，而且还在赛后连续完成了3个后空翻的庆祝，令现场的气氛彻底沸腾起来。在2个月后，佩雷拉再次对战韩国本土选手4胜5负的金大勋。虽然说比赛开始，金大勋的进攻状态非常的积极，但丝毫不影响佩雷拉实在太过巨大，裁判只能终止比赛。佩雷拉又一次在韩国完成了一场完美的个人表演，如此特别的作战方式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因此也吸引到了全世界最大的综合格斗赛事 UFC 的特别关注。25岁的米歇尔·佩雷拉和 UFC 正式签下了合同。在2019年5月，他开始了自己的 UFC 首秀，他的对手是有着5胜3负的英国选手丹尼·罗伯茨。惊为天人的飞膝，赢得了职业生涯当中首场 UFC 的胜利，并获得了当晚的最佳表现奖。然而，米歇尔·佩雷拉的 UFC 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下一位对手是前路德 FC 的冠军特里斯坦·康诺利。比赛还没开始，佩雷拉便跳起了霹雳舞，然而这一切都被对手看在了眼里。比赛开始后，佩雷拉用他一贯的方式，用超人拳戏耍对手，各种华丽的招式更是应接不暇，满场追相当之低。对手康诺利通过持续的地面压制和缠斗，成功的在战术上克制了佩雷拉，最终给这位初来乍到 UFC 的巴西舞者上了一课，以一致判定的方式送给了米歇尔·佩雷拉 UFC 的首场失利。这一次的失利让米歇尔·佩雷拉吸取了教训，在5个月之后，他再一次重返八角笼中。这一次的对手是来自美国绰号噩梦的迪戈·桑切斯。没有想到比赛一开始，对方竟然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玩起了腿法。然而这一幕也彻底惹怒了佩雷拉，接下来就是对对手的无尽追杀。Forward. Another chance there. Good job of reeling himself in. Diego. Oh my goodness. If you're gonna break somebody, oh, big knee. Body shot to right hand. To go, flying knee. Takedown. Yeah, up kick. No, that's legal. Whoop.然而，随着比赛优势越来越大，几乎胜券在握时，心急的佩雷拉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在对手倒地3点着地的同时，给予了对方一记重重的头部袭击，这一下让对方额骨大开，鲜血直流。最终，佩雷拉被取消了比赛资格，自动判定对手获得胜利。这一战仿佛是上天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伊马达耶夫当众扇了佩雷拉一个巴掌，佩雷拉也当众承诺一定会在八角笼里完成复仇。
you're 14 and a half minutes into a tough fight. Oh, yeah. 巴掌的行为，甚至还还给了对手一个大大的巴掌。And I mean, when he fights like this, everybody should be on notice. 在比赛仅剩30秒，马上结束时，佩雷拉看准时机，用一记炸裂的摔法将对手放倒在地，并用背部裸脚顺利地完成了复仇。这一战不仅让佩雷拉走出了失败者的行列，还获得了当晚的最佳表现以及5万美金的花红奖励。这一晚，他可谓是名利双收。这一战结束之后，米歇尔·佩雷拉并没有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于是，在2020年，他被安排对战了拳坛重炮手凯林·威廉姆斯。对手在最近的2场比赛当中都用炸裂的重拳 KO 了对手。这一场比赛对于佩雷拉来讲，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Before bursting into the UFC in 2019, heavy hands from. Ahora pierna derecha abajo. Shot. Oh! Against the fence, and then when he's got nowhere to run. Ahora pierna. Shot. Oh! Against the Close round. Nobody land much. Close round. Neither guy's really taking an advantage. But if I was to judge abajo. To try to go chase something from the southpaw stance, does not get countered. Abajo. Makes it in. Busy on the ground here as Williams tries to fend him off. Big statement made through the final minutes. Couple of takedowns and ground. 最终这场比赛，佩雷拉兵不见血刃，以判定的方式赢得了胜。的夏天，他还是无法阻挡赛事方对他发出来的邀请。这场比赛，他的对手也是一位强敌，人送外号“美国 KO 专家”尼科·普莱斯。他的摔跤和控制能力极强，其终结能力更是高的离谱。Nico Price que le cuesta buscar las piernas para encontrar el derribo. Y eso lo hace Esa es la palabra, impredecible. Ahí conectaba bien otra vez con el jab. Ahora pierna derecha abajo. Bueno. Vamos a ver, ahí va de nuevo. Tremenda mano derecha ahora de Michel. Bueno, va a terminar este primer capítulo. Timing el brasileño. Cuidado. Ahí está. Este es el show de Michel Pereira. Mortal hacia atrás y queda en la montada. Ahí va de nuevo. Excelente trabajo. Porque castiga a Michel. 尽管在第3个回合佩雷拉体能不支，被普莱斯穷追猛打，但前2个回合还是佩雷拉拿到巨大的优势。最终佩雷拉完成了这场艰难的战斗，并以一致判定的方式赢得了胜利。原本佩雷拉的下一场比赛是要和散打沙皇穆斯里木来一场精彩的史诗大战，但最终因为特殊的原因，不得已只能更换对手，最终被安排与14胜3负的葡萄牙选手安德烈·菲利奥进行一场对决。There's also the issue of his nose. He's bleeding from his nose. Slow down a little bit. Andre's doing a very good job of staying in the pocket, too. Slip from Pineda after. He made Pereira to grapple with him a lot. And it exhausted him. 在第1回合吃瘪的佩雷拉，在第2回合一改颓势，又开始了自己飞天遁地的技能。There it is. Beautiful stuff by Pereira. Oh, my God. Red basket. Oh, there he goes. Oh, my God. Counter left. Oh, and another one. Get back to the center of the Oh, outside. boy. Superman punch off the fence for Pineda. It's some real damage, man. And there's another shot to the body. 在第2回合比赛结束时，对方已经眉骨大开，伤况极为严重，但是仍然没有认输，要和佩雷拉一战到底。Expanding that last round. Oh, look at that front kick again. Debuts, and we have had so many impressive performances. Andre Fialho. Oh, they're throwing down at the end here. Another fight. 最终这一场比赛经历15分钟的大战，佩雷拉以压倒性的胜利战胜了对手，豪夺 UFC 的3连胜。为了冲击更高的排名，向冠军再迈上一步，佩雷拉迎来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场对局。他对战了排名前10的人气选手阿根廷一哥圣地亚哥彭兹尼比奥。彭兹尼比奥在这个量级有着最漂亮的拳法，并且在 UFC 巅峰时期曾打出过一波7连胜的豪华战绩。Right hand. And he's hitting. Again, nice body shots.
That kicks out health kicks. And you needed to fight like this. Oh! That's 3 big left hands this round for Ponzinibbio. When Ponzinibbio landing, it looks more like the fight that we thought we would see. Very nice take the kick there. Oh, now a big right hand for Pineda. Oh! Gonna come down to the line, I think. Oh! Set that precedent right now where it's like, okay, we... Oh! Big left hook for Ponzinibbio, follows it up with the right hand. Let's go. Ponzinibbio got stuck there on the way in. 30 seconds now to go. 30 seconds left. Oh, man, they're in a dogfight now. John. Oh, and he caught Pineda there on the way in. Final seconds of what has been an absolute war. Santiago Ponzinibbio and Michel. 这场比赛最终双方从头打到尾，为观众奉献出了一场极为精彩的视觉盛宴。如此激烈的比赛，就连裁判都很难去判罚，最终以分歧判定的方式把胜利给到了佩雷拉。与彭兹尼比奥一战，佩雷拉就像被打开了任督二脉一般，在接下来的 UFC 比赛当中豪取3连胜，而且每场比赛都是1分钟秒杀对手。至此，巴西舞者米歇尔·佩雷拉已经在 UFC 拿下了7连胜的豪华战绩。这位巴西舞者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冠军发起冲刺，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成为世界冠军，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震撼。